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我相信呢，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平时买衣服的品牌呢，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 Uniqlo 啊、Zara、COS、Massimo Dutti 等等哦。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品牌，其实每一家的定位都是不一样的，风格也是不同的，面对的顾客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我自己呢做了10几年的 marketing 嘛，所以在这方面呢特别喜欢钻研。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期长影片，来看看我们经常买的这几个品牌到底有哪些区别，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以后买东西的时候呢，能够做到更加有的放矢。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镇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个品牌呢，那就是我超爱的 COS。COS 呢其实是个简写来着，全称呢是 Collection of Style。他家呢是隶属于 H&M 集团，大家没想到吧？就是那个卖的超便宜的，很多朋友都看不上的 H&M 集团。其实他们这个集团下面呢有很多好的牌子， COS 就是其中之一。他家的东西呢是走极简风格，定位比较高端。Instagram 打开，每一张都很有大牌质感，每一件呢都像是 The Row 的平替。我以前呢曾经有一度对 COS 是比较抗拒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衣服只适合那些身材很扁平的瘦子，而我又不瘦。但是这2年呢，我放下成见试了不少他家的衣服，发现哇，真的是一个大宝藏哦！我这样的普通身材穿呢，只要找到合适的单品，也能够穿出彩。他家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极简风格了，黑白灰驼色中性色为主，没有大 logo， 也没有花哨的图案，剪裁很讲究，细节精致。很多单品呢看着平平无奇，没有什么购买欲望，但是一穿上身，哇，就好有型啊！比如我最近入的这套上衣和裙子的套装，就是上衣和裙子的纽结细节都很出彩，上身惊艳。整体剪裁轮廓感很强，偏建筑感，无论是衣服啊、首饰啊、包包啊等等，线条呢都是蛮硬朗的。Oversize 的小廓形是他家的拿手绝活，强调线条的流动感和空间感，穿上呢就特别的时髦洋气，很有都市范儿，也比较有那种设计师款的腔调，立体感很强。他家的单品呢，大部分走的都是比较中性的风格，很多女装呢也都有男装的元素。面料和质感也都很不错，大部分都是有机棉啊、羊毛啊、真丝等等。价格呢，在快时尚里面是属于偏高的，但是又远远低于设计师品牌，还是蛮良心价的。总结一下 ，COS 呢走的就是极简风，低调有质感，定位呢偏高端一点绝对是 The Row 的平替。另外，其实呢 H&M 集团就像我前面说的，有很多好牌子，他们家还有一个品牌叫 Arket， 我非常非常的爱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吧。如果想看的话呢，也记得留言点赞哦。第二个品牌呢，也是我的爱牌那就是 Massimo Dutti。原谅我，因为它是西班牙发音所以呢，有的时候说得快，嘴就会不太利索。他家呢是隶属于西班牙 Index 集团，那 Index 旗下呢有一个赫有名的品牌，大家都知道，那就是 Zara。而 Massimo Dutti 呢，就是 Zara 的姐姐品牌。Massimo Dutti 呢，比 Zara 的定位更加高一点，整体风格优雅简约，走的是气质路线，不追求潮流，更加偏经典实穿，款式呢都非常的耐看。他家单品的颜色呢以低饱和度为主，喜欢用大地色啊、米白啊、军绿啊、墨蓝、酒红等高级的色系，成熟优雅，很有质感。他家的面料也蛮讲究的，多用羊毛、真丝、羊绒、亚麻、真皮等等，做工也相当的不错。在高阶品牌里面，绝对是质感数1数2的，和 COS 是有的一拼的。上身呢也显得很有品味，剪裁流畅，注重线条和合身感，尤其适合通勤以及城市的精英感穿搭，也被称为通勤穿搭的天花板。那么说到这里肯定就有朋友有疑惑了，怎么听上去好像跟 COS 差不多其实不是这样的，两者是有明显差异的。COS 的单品呢，设计更加
偏中性化一点，更加的硬朗。比如说他们的衬衫呢，大部分都是 oversize 的这种小廓形，而且用的面料呢，相对会比较挺阔一点，上身你会感觉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而 Massimo Dutti 的单品呢，相对就会比较有女性化气质一点，更柔美。比如说他们家的衬衫呢，版型就会更合身，不会那么的廓形，而且用的面料呢也会更柔软一点，同时还有一些小小细节的点缀啊，所以上身呢很能够凸显女性的柔美气质。所以呢 Massimo Dutti 家的裙子特别的多，而这一点呢，如果你打开 COS 的官网，就会发现他们家裙子是非常的少的。而我自己呢，就有好多条 Massimo Dutti 的裙子，其中我最近经常穿的就是这条新入的麂皮裙了。总结一下 Massimo Dutti 是通勤穿搭的天花板，比 COS 呢更有女人味，上身有那种知性成熟的优雅美。第三个品牌，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Zara 了，绝对是快时尚第一名哦。我相信几乎所有朋友的衣橱里面都会有或者曾经有过 Zara 的东西，对不对？他家的东西真的上新速度奇快啊，而且紧跟潮流，几乎就是秀场一走 Zara 就有，连我这样的人刷他们的官网都完全刷不过来。我经常感觉，如果你不知道本季流行什么，你也不用去看那些时尚杂志啊，或者是时尚资讯等等，你只要去 Zara 官网看一圈，你立刻就会知道今年流行什么了，绝对是普通人能够跟上时尚的一条捷径。他们家单品呢，设计感很强，轮廓、剪裁、细节呢，经常模仿大牌，视觉冲击力很强的，而且风格多样，从辣妹到通勤，从极简到夸张，从海滩度假到夜店蹦迪，通通都能够在 Zara 里面找到。就算不买呢，我也会经常去看看他们的官网，看看最新的 lookbook， 都能够起到提升审美和品味的作用，学到相关的穿搭技巧。当然了，也有不少朋友会吐槽说，每次看 Zara 的图片都很激动下单，结果收到之后发现啊，这个食物怎么长成这样，跟图片完全不搭嘎，我是买了一个假的 Zara 吗？确实啊 ，Zara 的广告图呢拍的要远远胜过于产品本身，他家的质量呢也曾经被很多人诟病啊。但是呢，我过去1年仔细观察了一下 Zara， 发现他们的东西呢，无论是面料还有做工，都要比以前进步了不少，而且价格控制的也蛮好的，蛮多夏天的那种上装啊，29、39美金就可以入了。当然了，跟 COS 相比呢，还是差距蛮大的，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啦，大家还是要理性对待。但是呢 ，Zara 的东西呢，确实胜在上身效果很强。如果要买节日季啊、海滩度假这种特殊场合需要的衣服，就可以去 Zara 家买。另外啊，他家呢还有一条产品线，是相对比较高端的，叫做 Zara Woman Collection，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如果担心普通的 Zara 质量不够好呢，就盯着这根线买 ZW Collection， 基本上来讲呢是不会踩雷的。比如说我之前刚刚入过一件棕色的真丝衬衫哦，质量就特别的好，完全不像是 Zara 会出的衣服，129美金，当然价格呢在 Zara 里面已经算是比较贵的了。一句话总结啊 ，Zara 快时尚第一名，让我们普通人呢能够花少少的钱赶一个时尚潮流。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如果说呢 Zara 是属于广告图拍的要比实物好太多了，那么接下来一个品牌呢就是相反的，看他们家的广告图哦，完全不会有购物欲望，而且经常有那种劝退的感觉，那就是大家肯定猜出来了 Uniqlo 优衣库。优衣库呢是来自日本的国民品牌，它呢就主打一个基本款专家，都是实穿不容易出错的很日常的款式，没有明显的潮流感，10年前的衣服呢都可以拿出来继续穿，版型不紧绷，面料多为柔软亲肤的款式，非常舒服，不强调比例和身材曲线。他家这2年呢适合通勤的单品也多了起来，整体感觉呢不会那么犀利，比较有日系温柔的感觉。
面料、做工都是蛮在线的，而且价格亲民，性价比很高。这么说吧，我一直开玩笑说，同等价位里你能够买到质量最好的单品，那一定来自 Uniqlo， 没有之一。而且呢，他家的东西很耐穿，经常洗也没问题。除此之外Uniqlo 家的科技面料也是他家的强项，比如说 Heattech 啊、Airism 防晒衣、3D 针织等等，功能性都很强的。他家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各种设计师呢都有联名款，包括有 Uniqlo C、Uniqlo U、JW Anderson 和 CDC 系列。之前呢，我还做过一个长影片，分析这4个联名款的区别在哪里。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呢，记得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也正因为 Uniqlo 实在是太普通了，所以呢，他们家的东西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搭配，否则就很容易穿出路人感。比如说呢，我前几天开箱影片里面呢出现过的一条蓝色的裙子单穿就比较臃肿搞得不好有点像孕妇，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好好搭配比如说加上丝巾啊，配上不同的包包啊、鞋子等等，才会有感觉。一句话总结Uniqlo 是基本款王者，性价比第1名，但是呢一定要注意穿搭，否则就很容易沦为路人。接着一个品牌呢，依然是来自西班牙，那就是 Mango。Mango 这个品牌呢，我曾经非常的喜欢，我身上这一套马甲套装就是来自他家。但是呢，这2年感觉他们的定位有一点点模糊，不是太清晰，这也可能是造成我最近就不太买他们衣服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品牌吧。它呢是西班牙高阶代表，风格融合了地中海的优雅随性和都市现代感。整体更偏欧洲时尚路线，它呢要比 Zara 的定位更加贵一点，但是在设计和质感上更有成熟精致感。Mango 的风格呢，它不像 Zara 那么的多样化，更适合轻熟风，剪裁利落，颜色呢也是相对比较克制优雅的，蛮适合通勤啊、约会啊、参加活动等这样的场合。和 Zara Woman Collection 一样Mango 家呢也有一个系列，质量会要比普通的 Mango 单品更好，那就是 Selection 系列。这条线的单品呢更有大牌感，西装和连衣裙呢差不多都要$200左右，价格也是蛮辣手的。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更贵更豪华的系列，那就是 Capsule， 也就是胶囊系列。这个系列的图片看着确实很像奢侈品而且单品呢很重工，一条裙子要卖到$300-400尤其适合参加比较重要的活动时候穿。总结一下吧， Mango 呢定位要比 Zara 更高一点，更有那种欧洲时尚的感觉，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快时尚嘛，我总感觉它的定位是有一点点模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啦。大家最近有没有买 Mango 呢？如果有的话呢，也欢迎留言分享你对这个品牌的一些感受吧。最后一个品牌，那就是法国品牌 Sazane。Sazane 呢主打法式穿搭，打开他们的网站从模特到配色都充满了浓浓的法式风情，浪漫又复古，很有品味。单品的颜色呢要比之前几个品牌都要更丰富一点，有奶油白啊、浅粉色啊、亚麻绿、砖红、大地色系都很多，但是它没有高饱和度的撞色，上身呢很有法式风情。另外Sazane 家单品的细节都做得特别的好，比如说法式的蕾丝啊、刺绣啊、手工感编织等等，很精致。单品的风格呢也蛮有松弛感的，充满了巴黎女孩的气质。而且版型不会太大，尤其适合我们亚洲女生。比如说我之前开箱过的一件咖啡色的短袖衬衫，版型就很适合我，刚刚好。和 Zara、Mango 不同的是呢 ，Sazane 主打一个慢时尚，它呢就希望消费者呢买一件是一件，买一件可以穿很多年。单品的定价呢和 COS 差不多，品质蛮好的，可以穿很久。还有一点很不同的是Sazane 它更有一种生活方式的感觉。看他们的图片总会让人联想到在巴黎街头漫步啊，去咖啡馆喝咖啡啊，去花店买花等等。Sazane 呢不仅仅是在卖衣服，更多的呢是在卖一种优雅而闲适的生活方式。
总结一下 Celine 是个慢时尚发饰品牌，主打发饰穿搭，更像生活方式，时髦不费力。好了，一口气分享了6个品牌，他们分别的定位和不同的风格，大家看得还过瘾吗？大家最喜欢其中哪一个品牌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啊。另外呢，这样的科普型的影片，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我也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如果大家还想听更多，就留言告诉我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对了，一定要记得关注，马上就10万啦！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